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準備和複習 HSK 4級考試，從而在考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那現在呢，我們在學習的是聽力的第2部分，也就是對話題。那在前邊呢，我們已經向大家介紹了關於地點、關於工作、關於關係、關於數字等等。如果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怎麼去解答？那現在呢，我們要看的是，有的時候在這個聽力的題目裡邊，你會聽到怎麼樣這樣的問題。那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怎麼去回答？那麼它們有哪些詞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呢？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個是關於一個地方，乾淨、漂亮、舒服等等。那麼在聽力考試裡邊，有可能你會聽到一個人去找房子，那麼他會對這個房子進行一個評價，一個 evaluation。那這個房子方便嗎？大不大？乾淨不乾淨？舒服不舒服？漂亮不漂亮？離公司遠不遠？貴不貴？等等。那這都是一個評價，一個關於怎麼樣的這樣的一個題目。那你需要去選擇它是怎麼樣的，或者是可能我們去了一個公園這個公園怎麼樣？或者是我們買了一個沙發，這個沙發怎麼樣？等等。那還有一種是關於飯菜。那到目前呢，常常出現的關於這個飯菜怎麼樣有鹹這個詞。那提到鹹呢，你一定會聽到你放了很多鹽，或者是你放的鹽太少了，所以不鹹或者是你放的鹽太多了，鹹死了，下次少放點鹽吧，等等這樣的詞彙。那另外一種就是關於新鮮比如說這個菜非常新鮮等等。那還有就是你也可能會聽到辣這個詞比如說四川菜太辣了，我吃不了等等。那另外呢，關於東西，比如說衣服呀，比如說一些買的一些小玩具等等，那麼他們可能會听到新、漂亮、適合、奇怪等等這樣的詞彙。那買了一個新東西，這個東西怎麼樣呢？那對它的評價你要去注意一下了。然後是關於天氣，天氣我們有濕潤、乾燥、暖和、冷、熱等等這樣的詞彙，還有涼快。那大家要記得，這些詞彙都是你一定要會的詞彙，它都是 HSK 4級的詞彙。那另外關於情況關於情況，那我們做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順利嗎？這件事情複雜嗎？成功了嗎？還是失敗了呢？那關於這個一個事情一個情況，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詞彙。那第一，同學們要學習這樣的詞彙。第二呢，要看到 ABCD 裡邊有這樣的詞彙的時候，你就要知道這個問題一定是問怎麼樣，一定是問評價。那你聽的時候就要注意去聽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或這件事情怎麼樣。那我們比如說來看一下練習，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3個題。我們先看第一個， A 是新的， B 剛修好， C 質量不合格， D 樣子很流行。所以這個是關於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怎麼樣這個東西是新的嗎？這個東西是剛修好的嗎？這個東西質量不合格嗎？這個東西樣子很流行嗎？所以大家要去認真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好，我們來聽一下。16外面下雪了，启程，你快来看看。太好了，咱们去公園吧，試試你的新照相機。
怎麼樣？這個照相機怎麼樣？好，我相信很多同學都听到了詞彙，那我覺得你們都可以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啊，因為前邊說了非常多，但是前邊的話對我們來說沒有用，因為他沒有提到東西，他在講天氣漂亮什麼的，下雪什麼的。那我們就要去聽的是他提到東西的那一句，是你的新照相機。那麼這個答案應該是 A， 它是新的，因為我們聽到了新照相機這個詞。好，現在呢來看一下這一個，太舊了，很奇怪，有點長，最好換一件。那 A、B、C、D 我看了以後，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在說一件衣服。那這件衣服怎麼樣呢？好還是不好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20，今晚我穿這條裙子怎麼樣？今年最流行的。很漂亮，不過我覺得這種打扮參加正式的舞會可能還是不太合適。男的是什麼意思？這個就有點難了。男的是什麼意思呢？很漂亮，但是這樣的打扮參加正式的舞會不太合適。不合適，太舊嗎？不是。有點長嗎？也不是。奇怪嗎？也不奇怪，因為是很漂亮的衣服。那男的的意思是因為不合適，所以你最好換一件。那你答对了嗎？這個問題比較難，沒有答案，你要去想一想啊。男的說不合適，意思就是最好換一件。好，現在我們看第三個 A， 非常鮮，就是 very fresh， 新鮮的意思。很好喝，太辣了，太鹹了。那麼這個一定是評價一個吃的東西，很有可能是因為是好喝嘛，所以很有可能是湯。那麼我們來聽一下這個湯到底怎麼樣。13，我的天，這個西紅柿湯你放了多少鹽呢？我嘗嘗。呀，對不起，鹽是太多了。湯的味道怎麼樣？好，那還是一樣的，你沒有聽到裡邊的詞彙，對嗎？你聽到的是什麼？你放了多少鹽呀？對不起，鹽確實放多了。那鹽 salt 非常多，所以選擇 D 太鹹了。好，那現在大家都做對了嗎？我相信大家都做对了。那做对了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你先看了 A、B、C、D 是什麼，你猜到了他會問什麼問題，所以在听的時候你可以去認真的聽啊，這個是我們能夠做對的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個就是大家在聽的時候能夠認真的去聽最關鍵的句子 the key sentence， 因為你知道你要聽什麼，所以你很快就可以抓到這個 information， 然後你想一想，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好，那這個是關於這個 evaluation 啊，這個評價。那大家有沒有發現這3個問題裡邊你都沒有聽到一樣的詞彙呢？你沒有聽到一樣的詞彙，你需要去想一想。所以需要想一想的問題常常都是比較難的問題。那如果你可以先去學習一下關於他們的這個詞彙，那還有就是如果你先看一看 A、B、C、D， 然後再來聽，那這個時候效果一定會非常好。好的，那除了問怎麼樣，
我們有的時候還會看到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對於大家來說呢，其實不太難。你可以看到步行，也就是走路的意思；開車、坐地鐵、打出租車或者坐出租車或者騎自行車。他問的是 method， 是 way， 你怎麼去？那問題一定是怎麼去。那需要注意的是什麼？有可能他不会直接告訴你答案，或者有可能你会在文章里面、对话里边听到2個，你既聽到了騎自行車，又聽到了坐出租車，那你要怎麼選？所以你要聽清楚是誰要騎自行車，誰要坐出租車啊。那還有就是問題是問男的還是問女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可能你要去聽一下啊，比如說有一個人給朋友打電話，我已經下飛機了，你不用來接我了。那請問男的是怎麼來的？他是坐飛機來的，因為他現在說的是他已經下飛機了。那另外比如說如果你听到了，比如說他有一個聲音說啊，現在我馬上就要進站了啊，我下火車以後給你打電話，那他就是坐火車，對嗎？那如果你聽到了前方到站是十里河站，請準備好您的東西啊，在後門下車，那這個一定是坐公共汽車啊，或者說師傅麻煩您在前邊停一下，那這個一定是坐出租汽車。那像這樣的情況，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因為有可能他不会告訴你直接的答案，他可能会給你一个 situation， 給你一個情況，那你去根據他們的對話來猜他們在哪兒，他們在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好的，那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第一個。17，我已經出發了，有點堵車，到學校大概要40分鐘。好的，你路上小心，慢慢開，別着急。男的怎麼去學校？那他說呢，我已經上車了。那一聽到車這個詞 A 和 C，A 肯定不對了，那麼 C 也不對，因為 C 我們要說上地鐵了。車，那這個時候同學們可能就有點不知道怎麼辦，因為是開呀還是打出租車呀？那我們後邊聽到了女的說什麼呢？你別着急，慢慢開啊，慢慢開。所以答案應該是開車。這個問題就真的有點難了，因為很多同學可能沒有注意到女的說的是你慢慢開的意思是你慢慢開車啊，所以如果他們拆開了分開了，你是不是一樣能夠聽出來呢？好，現在我們來看第二個。14，快來不及了，我們打車過去吧。還是坐地鐵吧，這會兒路上恐怕會堵車。男的想怎麼去那兒？好，那我們聽到了2個人說了2個，一個是坐地鐵，一個是坐出租車。那麼問題問的是男的想怎麼去？那答案應該是 B， 坐地鐵。女的說的是打車吧，男的說的是坐地鐵吧。那問題是男的，所以這個時候要大家注意了，如果你聽到了2個，你一定要注意問題是問男的還是問女的，所以這個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個問題。好，那下面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關於這個方式裡邊，我們有坐飛機、坐火車、坐船、打車、打的、坐公共汽車或者是坐公交車。那麼
打车或者打的呢，還可以說打出租車或者坐出租車。那這些詞你一定要記住。那另外就是跟這些詞有關係的詞，你一定要記住啊。比如說像開車的開呀，比如說飛機場啊、火車站吶、進站吶、上飛機、下飛機等等這樣的詞彙，你要很熟悉。所以聽到的時候，你馬上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應該用的是哪種方式。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也是 method， 也是方式，它不是去一個地方的方式，而是學習的方式。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A 是要仔細 ，you should be careful。B 是複習重點。Review the important things。 C 是加快速度，你要快一點兒。D 是多做練習啊。那這個是我們要怎麼學習，怎麼準備考試，怎麼學習漢語等等，它可能是這樣的問題。這個也是 method。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聽一下答案是什麼。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35。複習的怎麼樣了？材料這麼厚，我估計看不完了。來得及，複習要注意方法，要複習重點內容。只好這樣了，這些語法知識太難了。男的認為應該怎麼複習？好的，那麼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句子，答案應該選擇什麼呢？答案應該選擇 B， 複習重點，因為我們聽到了複習重點內容。那很多同學有可能會選擇 C， 因為女的說我看不完了，但是男的說來得及，時間是夠的，你要注意方法，而沒有說 speed， 没有說速度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不要被騙了，小心一點兒。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看，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或者是學習，或者是工作的時候，有哪些方法呢？我們來看認真一個，然後全面。那全面的意思是什麼呢？要從所有的方面去學習，你不能只考慮一個方面。比如說，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你不能只學習口語，你還要學習聽，還要學習寫，還要學習讀。所以聽說讀寫要全面，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需要慢慢積累，積累這個詞在 HSK 4級考試裡邊常常會出現，就是你可能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一天學了2個詞，第二天就變成了4個，第3天就變成了6個，那第五天就變成了10個，這個是慢慢積累的經驗知識。都是需要慢慢積累的，還有查詞典，還有問老師，還有上網。因為有的時候你會聽到這樣的對話，比如說這個人問：哎，你知道那個醫院在哪兒嗎？然後一個人說：沒關係，我幫你上網查一下。然後問題是，男的打算怎麼查？那答案是上網查。查詞典，用詞典來查，或者上網查啊，那這都是 method 方式。那還有就是幽默，還有就是鼓勵和批評。比如說呢，在這個教育孩子的時候教育孩子 educate the kids， 你應該多鼓勵，少批評，這個也是方式所以這些詞大家要注意。不僅僅是在聽力裡邊可能會考這樣的內容，而且在閱讀的時候，這些詞
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学習一下。如果有一个词汇你不知道什麼意思，一定要記得去查詞典，你可以上網查，或者是用電子詞典去查一下，或者你可以問老師，這個都是你們學習的方式。好的，這個是關於我們的方式，還有我們的這個怎麼樣，這是評價。那在考試的時候，這兩種題目一定都會出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看到 A、B、C、D 的時候，你就應該明白他要問你什麼問題。另外呢，大家還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先去學習這樣的詞彙，你要去學習這樣的情況，別人可能會說什麼，然後在做聽力考試的時候，你才有可能聽到以後能明白應該要選什麼。特別是沒有直接答案的那個問題，是特別需要小心的。好的，那這個是我們的怎麼樣和我們的方式。那這個問題的部分我們基本上就已經學習完了。那下面呢，我們會跟大家一起來看一看，在考試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啊，就是有的是比較簡單的，有的是比較難的，我們怎麼去做題。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繼續來看一看 HSK 4級考試聽力的第2部分，我們應該怎麼做。好的，休息一下吧。